好，这次上课哈，说明半导体制成整合哈，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第0章导论的部分哈。那我的名字是吴永俊哈，目前服务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目前是正教授的职位哈。那以下是我的一些相关的联络方式这样子。好，那这个在那个我们清华大学内部的课名叫微电子工程啊，虽然这名字现在看起来是有点旧啊，那我们在学校不容易更改课号哈，那我们原则上也是就是教半导体制成整合了啊。那课程大纲说明课程大纲说明就是教这个教这个半导体的那个从基础基础，然后那个到这个制程整合，然后到最先进的这个FinFET、GFET 那因为这个范围非常广我用的那个主要是我以上课讲义为主以上课讲义为主。那我参考了许多这个参考许多的这个啊许多的 paper 许多的 paper 那主要是 IEEE 的 IDN 啊、VLSI Nature Science 这个比较权威性的论文比较权威性的论文来做教材的编撰这样子好，那讲义大概会有500页。那基础的部分目前有一本书，就是萧红那个博士写的书算相当不错的啦。不过对于研究所来说，这本太过浅了啦这个适合大学部入门的大二大三入门的书那我们这门是研究所的课所以说有些同学之前完全没有学过半导体，所以我还是会花大概1个月的时间讲一下萧红这本800页书的重点那细节的话要自己去看，我只会截录重点只会截录重点。那这本书虽然很详细，但是它的教材因为我们半导体日新月异，然后它教材是有点那个写的时候那半导体现在到2022年了嘛那已经发展非常快速。他写的话是2012年写，这10年内翻天覆地了所以我会把这10年内萧红这个书没有写的部分我反而会特别强调，也就是说我大概是1/4的时间只会教萧红的部分，3/4的时间我会教先进的这些，包含制程整合与先进制程在这边内容单元整合单元整合就是第1章跟第2章的部分我半导体制程整合我会用萧红的内容，但是我会教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呢，应该讲这边打错了就改一下第3章的话，我会教这个半导体元件的材料分析。那现在半导体元件材料分析非常重要现在已经到奈米时代了所以你这个半导体材料分析你一定要看，就像你生病的话，你要照超音波、照 X 光照核磁共振等等的所以验血对不对？验尿等等，要做这些生理化的分析。那这个半导体原材料分析，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在医学上生病就医的时候要做一些
生理啊、化学啊、物理啊这些的分析，这样子哦，非常非常重要哦，是重要相关人体的健康嘛，甚至性命，对不对？哦，要做这些严格的分析。那半导体元件一样哦，半导体元件如果失效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半导体这个记忆电路整个就失效？所以你要讲出失效的原因啊，甚至以后要预防啊，对不对？哦，或者说要检测，对不对？那说我这个步骤对不对？好，接下来第4章我会教半导体的先进制程，包括 High-K Metal Gate，像这个就是这个萧红书就没有讲得很深入，我会讲得很深入，还有一些 Mobility Mobility Enhancement 的 Engineering，还有 Sojourn 的 Engineering，还有一些 Channel 的 Engineering 那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的制程先进的制程那这萧红书都没有提及，那我会非常详细的说明现在半导体先进的制程。那这个先进制程，说实在，坦白说是在2维半导体约莫是65开始就会有在用这些先进制程。那不是，那先进制程不是说在2维就用，那3维就不用，3维继续用，FinFET、GAA 会继续用，会继续用会继续用。好，再来就是再来就是第5章我会专门讲 FinFET 的制程FinFET 的制程。那 FinFET 现在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技术了嘛最重要的技术，从 N22 开始 ，Intel 从 N22 开始，一直就是转成FinFET 的结构FinFET 的结构那 FinFET 结构我们也知道 FinFET 结构在微缩也会遇到挑战那我们最后一章我们会讲说，在后 FinFET 就是FinFET 微缩不下去的时候会有什么？从 N5 到 N1 的制程的研究以及发展那这有些相关的参考的网址啦但不局限啦那想到是这些啦，还有很多啦其实现在很多专业的网站也做了很好的分析啦那也有一些问题啦就是有些网站就是用 AI 的方法就截录这些用人工翻译 AI 的方法截录原文的资料，那读起来你如果没有背景，就是最好修过课，有这种完整修过课，有这个背景，以后你才有能力去判定这个专业网站的资料。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专业的修习一门专业的课程，所以甚至好几门。那你往往去读这些专门网站的资料似是而非，你没有办法判断，你没有办法判断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萧红的原文书了那有需要的话，就自己上网就购买了就跳过了那我现在讲这个 Intel 的 roadmap 在2011年的时候，坦白说，Intel 大概在2011以前真的是整个产业的领先者了我们不可讳言因为毕竟它很多技术都是由它首先开发出来的那包含90奈米的话，它有用那个 Strain Silicon 这个就是那个 Channel Engineering那65奈米的时候，2025 65奈米的时候呢，用第2代 Strain Silicon。那45奈米的话就引入 High-K Metal Gate High-K Metal Gate。那这个名词不懂的话，后面的课会慢慢说明不用担心那再来第2代的 High-K Metal Gate。那到22奈米的话，发现这个平面式的平面式的边晶体无法再微缩，它的漏电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那没有办法继续再微缩，那没有办法继续再微缩，我们就采用所谓的 FinFET 它 Intel 叫 Tri-Gate， 事实上现在 FinFET 跟 Tri-Gate 就等义词了就是这个闸极控制通道静电的控制能力很好，所以它关闭的时候off current 是非常非常小。那2维再微缩的话，它会从这边漏电，从 buck 从 drain 到 buck。漏到 source 或漏到 body 或漏到 substrate 这样，那没有
那个漏电已经完全无法接受了。它还是有电晶体特性，但是它漏电太大，大到那个没有，那整个机体电路会失效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做到 FinFET 啊，FinFET。那我们接下来看2021年哦，10年哦，你看10年就差这么多哦，这10年从2010到2020，这个整个是翻天覆地啊哈，所以说这个十年技术哈，就是小红这个书完全都没有提到，完全都没有，些微的稍微提一点点啊，但是这10年技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半导体这个学门就是这样子哦，日新月异哈，日新月异。你可能念其他科目，你可以拿20年前、30年教科书来念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半导体的话不行，真的是不行，你一定要念，你一定要跟上最新的这些发表的期刊啊、论文发表期刊论文你要更新哈，所以做半导体，它知识进步累积的相当的快啊。那这个 Intel 啊，2021年我们看它从90到65到3，刚刚讲到22嘛，对不对？那接下来 FinFET 的演化哈，就是高寿命，有没有看到它的 Fin 会变成高高的高高的哈？那10奈米是 FinFET 哈，这也是 FinFET，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Fin 越来越高。那当然，它所谓做 Super Fin 也是做一些额外的这个 channel 啊，以及 sojourn 啊、gate 啊，这种 engineering 额外的工程的技术，再去提升它的特性那 Intel 7奈米Intel 7奈米相当于台积电的5奈米那最近12代的 CPU 就是 Intel 12代 CPU 是 Intel 7奈米做的，那效能相当于台积电5奈米的制程台积电5奈米的制程那接下来 Intel 未来那就是后来就还不知道，这没有量产了还没有量产，不知道。但是他做个预测roadmap 就是预测嘛，里程碑嘛，里程地图嘛他说4奈米的话，4到3还是 FinFET，可是到2奈米的话他要走这个，走这个 GAA 了走 GAA。走 GA 三跟4，他没有特别讲啦，可能会不会走 GA，我们不敢，我们不确定嘛这是 Intel 自己内部研发的机密嘛他只是说他只跟你确定说7奈米是 FinFET Intel 的7是 FinFET， 4的话看样子看这个图应该还是 FinFET， 3的话就可能。不知道，但是确定20A 这2奈米是走 GAA 的那什么叫 GAA？ 我们接着讲这边在局部再放大这10奈米FinFET 7奈米，目前的2012是这边嘛2012是Enhanced FinFET 然后后面就是4的话应该可能还是 FinFET， 利用 EUV 再把它做小一点。20奈米变成 GAA。好，那我们看一下他说 N5、N3 这个 Intel 说它在5奈米或3奈米可能会采用 FinFET FinFET 那3以下3奈米比如说特别是指20A 这个世代，20 Angstrom 这个世代，它就会做所谓的 GAA Intel 很喜欢取一个名字因为他觉得他尊爵不凡嘛他就取一个他自己的名字叫 Narrow Ribbon 奈米带这样子，奈米彩带。那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是大家普遍叫奈米薄片Narrow Sheet 它就像它 FinFET 它偏偏要叫 Tri-Gate， 然后 Narrow Sheet GAA 它要叫做 Narrow Ribbon 奈米彩带那不管它我们还是用正式约定成熟，大部分用的名字Nanosheet 奈米薄片的 GAA 环绕式杂技。好，那他们有做个那个，可能他们在实验线做出来，或者做一些模拟预测。他说那个做这个奈米线的奈米薄片的电晶体，它的
drive current 也会比较大drive current 会比较大它的在同样电压之下drive current 比较大，也就是说美瓦效能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台积电的 roadmap 台积电 roadmap 那这门课特别讲一下我们台积电其实技术能力很强，但是台积电在发表的话，它比较保守，公开它的制程的技术比较保守所以我们课程用到台积电相关的发表资料会比较少。那不是说我们台积电不好，是说它在这边它比较采取比较保守的方法那我们已知它公布的这个公布在公开平台或是内部官网公布的资料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它随着从16奈米开始用 FinFET， 然后 N7、N5 到 N4 到 N3， 它现在已经确定 N3 还是用 FinFET还是用 FinFET。那 N2 以下呢？那坦白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有由台积电的官方网站来宣告的任何明确的消息我们现在只能到去年为止台积电公开这个在那个这个会议发表及内部官网发表的它的 roadmap 就是到那个 N3 还是用 FinFET 这是他们的商业策略那就是参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星的那大家目前也知道，目前这个全世界在能够做这么奈米尺度的电晶体N5 以下的N5 左右的，目前 N5 嘛今年是2021年 N5 嘛那能做 N5 的话也是这3家了Intel、台积跟三星三星那IBM 也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不过 IBM 不量产，它是卖那个智慧财产权卖 IP 或合作这样它可能委托制造但是 IP 是它的这样子那2021三星它是采用那个 GAA-FET 的Gate-All-Around Transistor Gate-All-Around Transistor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平面到 FinFET 到 GAA 早期真的是大家以为是要做 Narrow Wire 做细线早期我也其实我们实验室也是做很多啦我教这门课不是只是看那个文献而已，其实我后面课程我会跟你们介绍我们自己实验室本身有在做的这些 GAA-FET 这本身我们自己有能力做啦，我们是用电子束微影做，这我本身都有在做，已经做20年了这我本身都有在做，所以这门课我不光只是说照表宣科念课教科书的教材看 paper 直接来报告，这我本身都有做过了后面课程我慢慢的会跟你们说明然后再来它是叫 Multi Bridge 的 FET， 那就是 Nanosheet 啦，奈米薄片的那3奈米的话它是指 GAA-FET 那我们新闻报道也知道它在 GAA-FET 这种你从 FinFET 到 GAA-FET 比较难做，你几乎转一个世代嘛你转一个世代当然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跟挑战，虽然目前三星的良率不好，这是众所皆知的啦好，那再看一下2021的这个 Intel 这个 roadmap IBM 它自己有一条12寸的实验线那 IBM 跟 Intel 讲错了，IBM 常常跟三星结盟常常跟三星结盟他可能就会委托三星去帮他制作他特殊他专用的一些商用的或立即型的这些 CPU 或处理器这样子那 Intel 发表也是2奈米，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IBM 的2奈米跟三星的3奈米，其实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几乎是双胞胎所以其实他们这2家公司是有策略联盟的啦策略联盟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商业的部分商业部分这个叫WSTS
WTS 就是世界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它有统计在2022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半导体的产值将突破$6000亿的18兆台币18兆台币。那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地区，我们大概看一下美国美国当然是美国就是以那个 Intel 美光为主的那欧洲的话就比较少一点，日本也比较少一点。那我们看一下亚洲，亚洲占据最大份额的市场就是我们台积跟三星坦白说最大的就是这两个。那我们联电力积电还有那个先进，这也表现的都很不错，在一些利基型的市场有些车用电子LCD 的这些 driver 这些市场因为有它特殊的利基那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再看分类，这第一个这个区块是地区，第二个区块是元件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品分类一个叫 discrete 就是分离式的半导体也就是说它一颗元件它就一个元件或少数几个元件就是比较大的就插在那个主机板可能就一颗元件叫 discrete， 就是它不是基体电路它是做起来是少少的叫分离式的元件分离式的元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市值再来是光电元件，光电元件都大家普遍就是 LED 还有那个液晶显示器OLED 雷射等等这些，或那个photo detector solar cell 这些这个光电的元件然后还有 sensor 像现在自驾车机器人这个 sensor 用的很广。那坦白说，最大的市场就是我 integrate circuit 就基体电路啦。基体电路其实最重要就是处理器GPU、CPU GPU、CPU 还有相关的一些基体电路驱动 IC所有的 IC车用 IC等等这是控制晶片那个是逻辑晶片的这些基体电路是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大的市场那包含这个基体电路有 analog 的有 micro 的 logic 的还有 memory 那 logic 当然是我们台湾台积电最大嘛。那 memory 坦白说是三星最大三星最大所以加起来会有这个$6000亿这是单一个全球最大的单一个产业，它比汽车比任何化工或者是什么其他能源什么相关产业都要来的大。半导体产业是第一大产业全世界第一大的产业就是半导体全世界第一大半导体产业好，那未来的还是会继续增长我们可以从过去看嘛，从20嘛20到21到22我们这都持续增长的啦持续增长的啦，因为人类会对于这种高科技的产品还有会需要这些东西的比如说 AI 运算云端运算自驾车低轨道卫星量子电脑这些生物科技现在也应用到这些半导体的快速的检测所以人类几乎离不开半导体的生活嘛你想想看，你每天接触到多少半导体为主生产的这些电子的用品，手机电脑智慧手表笔电平板液晶电视云端计算对不对网飞数位串流那这些都是要你几乎离不开这个数位环境的你几乎离不开数位环境的好，
我就举简单一个例子啊，大家都会想说，哎，木偶电力结束是半导体产业就会慢慢衰退，其实还是不会啊，会缓慢成长啦。哦，这是做木偶电力如果结束，难道你都不用3C 产品了吗？你可以问你自己，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可以自己回答了，对不对？哦，木偶电力一结束，我们梦回清朝，回到100年前吗？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为什么逻辑元件哦，机体电路还是以细为主？这个很多同学哈，就是不得其解啦，百思不得其解啦。啊，那我这边好，我这边趁这边整理一下，教给大家了。啊，这是我教课10多年来的，就是整合整理起来的啦，不见得是完全精确了哈。哦，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些心得跟想法。第一个哈，你为什么细？我们看一下半导体哈，要有什么要求？第一个要求哈或特色了哈，你必须要所有的电晶体你要有150亿颗都要一模一样。你看这个，我们看一下苹果的 A15就是150亿颗啊，那已经量产啦。你最新的 iPhone 就是用这个啊，对不对啊？对不对？或是你最新的 CPU 啊，英特尔12代 CPU 就是这么多颗电晶体啊。就是或是 AMD 的啊，或是 NVIDIA 的 GPU 啊，就是这么多电晶体啊，150亿颗或100亿颗这个等级啊。那我们的解答是说，你只有少数的固态的半导体是可以达到要求，是符合要求的就是说我们常看到的固态半导体啊，35族啊、4族是可以达到这些要求的啊。好，我们看一下，那好，我们要求我们现在频率要超过在5G 以上，像伺服器啊，高运算啊，电竞笔电都是5 G 以上。那你只有少部分的固态的跟二维的半导体材料才可以符合了可以符合。然后再来，我们一定要做所谓的 CMOS。那什么是 CMOS？后面课会讲这是 CMOS，就是最省电的一个逻辑开关。那你要做 CMOS 的时候，你同时要做 NMOS 跟 PMOS，所以就是以电子为传导的一个电晶体，那另外以电动传导的电晶体合起来叫互补式的complementary 的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那你才可以做 IC 设计。那在这个要求下，你只有细跟折跟二维的半导体材料是可以符合的。好，再来我们需要低功耗。我们在讲联网效能，我们不能电晶体数目越来越多，我们功耗不能跟着它那个等等比例的去上升啊。比如说我电晶体密度变10倍，我功耗也变10倍，然后 CPU 100瓦，我功耗变成1000瓦，对不对CPU 密度变50倍，我的功耗变50倍，变5000瓦。那一颗 CPU 就耗掉一台冷气的电量了。那全世界能源不够这样用了会出现能源危机所以微缩就可以降低这个能耗。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我们要微缩到多少我们能耗都控制到10到100瓦。那10瓦就是手机用，那100瓦大概就是伺服器电竞高效能 CPU 在用这样子，那就是有严格规范，你不能再大，你不能大到1000瓦，大到2000瓦，大到10000瓦，对不对？那会电死人对不对？再来，人类也没有那么多能源可以给你用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低瓦数的运算要求下那只有细跟二维的半导体是可以符合要求的。好，那第五点，我觉得第五点是最难的这一点，这个才是大魔王。那你一个150亿颗电晶体，你要卖多少钱？现在大概估算大概是50到500个美金，$50就是手机用的，$500就是你的这个电脑用的。所以你要
价格要合理啊，一个产品要商业化，价格要合理啊。